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央视罕见发声力挺赵丽颖，背后导演用心曝光，网友直呼不容易。赵丽颖从圆脸逆袭到双料视后，却屡遭非议，为啥长着圆脸就不能当主演？在《酱园弄》中，她用两种极端造型诠释先锋女作家的双重人格，华服是生存面具，短发才是反叛本色。央视专家解密，那些被误解的妆容，藏着角色最锋利的灵魂。赵丽颖真是火得不行，随之而来的麻烦事儿也是一箩筐。赵丽颖拿了双料视后以后，大家都以为她接下来的路会像铺满鲜花一样顺畅，没想到等着赵丽颖的竟是一条更加不易走的坎坷大道。赵丽颖的黑红之路。娱乐圈就像个大杂烩，里面是个追求名利、竞争激烈的地方，让人难以捉摸。赵丽颖心里明白这个道理，毕竟从她踏入演艺圈开始，生活就一直没少过波折。《陆贞传奇》热播之后，圆脸可爱的赵丽颖本可以大声告诉所有人，就算脸蛋圆圆的，也能当大戏里的主角呢。没想到，让赵丽颖离开娱乐圈这个话题突然上了热搜，给她浇了个透心凉。有网友列出了赵丽颖的6大热议点：让袁姗姗出洋相，对李圣史扮子，大学初恋看起来像假的，说她像杨幂让她大为恼火，利用陈晓来提升自己名气，被传整容。现在看来，这些条条框框都挺奇葩的，而且赵丽颖好多都回应过了，但压根儿没人理会。后来，赵丽颖因为《花千骨》这部剧爆红，她稳扎稳打，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双料影后的荣誉。不过，也随之引来了更多的闲言碎语。八卦记者捕风捉影的恋情传闻把赵丽颖的个人生活公之于众，可能那些狗仔队真的是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她留啊！赵丽颖一下子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连发了3条微博，其中2条说的都挺冲的，像骂你呢，渣男送上的热搜榜，这些话一下子就把她卷进了舆论的大漩涡里。这事刚过没多久，《酱园弄》一播出，赵丽颖就又被卷进了一场大风波里，舆论纷纷。网友们都说赵丽颖没去参加《酱园弄》的宣传活动。电影一出来，大家又开始议论纷纷，赵丽颖的演技咋样了？有人不光拿杨幂的演技跟赵丽颖比，说赵丽颖不如，还吐槽赵丽颖在电影里的华丽装扮是故意显摆优压。听了央视解说员的讲解，才明白原来是我们自己之前没看懂那些事儿。央视给赵丽颖的辩白，比起辩解，这更像是给人普及知识。咱们普通观众看电影时，大多也就只能明白个大概剧情讲了啥事儿。大伙儿瞧瞧《酱园弄》，情况其实也是差不离的。因此，电影里的好多象征和特别拍摄手法，我们理解起来挺费劲的。说到剧中人物的妆容打扮，大多数观众还是只看她符不符合现在的流行审美，说白了就是好不好看，漂不漂亮。大家对赵丽颖这次的妆容打扮反应这么大，主要是因为大家太关注赵丽颖本人，而没怎么考虑电影本身。说白了，就是大家都没想到赵丽颖在《酱园弄》里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基于过去对赵丽颖的认识，我觉得她演这个角色就像是故意扮高贵。说到底，赵丽颖那时候就是英语说的不太地道。有人把迪奥广告的宣传语 "And you,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 念成了安读，我肚子要跳啥舞，结果遭到了网友们的一阵哄笑。迪奥公司后来把赵丽颖的那个广告片给撤下了。从那以后，赵丽颖好像就被贴上了乡土气息的标签，怎么也撕不下来了。在《酱园弄》这部剧里，赵丽颖和杨幂扮演的角色一出场，观众就觉得要是他俩能换个位置演，那就更合适了。网友们觉得杨幂演的那种稍显不修边幅的角色，其实更适合赵丽颖来尝试。其实，要判断一个演员能不能演好某个角色，不光的看他的长相，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内在功底。导演是拍电影的老大，
他肯定比我们更清楚哪个演员适合演哪个角色，并且你琢磨琢磨，赵丽颖的性格里头其实有那么一股子先锋女作家西林身上的反叛味道。我从来不把命运当回事，为啥长着圆脸的人就不能当主演呢？只要有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争取。我顾及面子，不过我更追求上进。从赵丽颖说的这些话里，不难看出她志向远大，有着一股子不认输的劲儿。虽然杨幂长得更漂亮，但要是跟赵丽颖比起来，她在个性上就没那么特立独行了。赵丽颖不仅天生适合这个角色，导演也为她付出了不少心血来调整和完善。瞧瞧央视的这档综艺，你就能明白导演在赵丽颖身上下了多少功夫。最近，央视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毕然教授，他聊了聊赵丽颖在电视剧《酱园弄》里的角色表现。听了毕然老师的讲解，我们这才明白过来，电影里头角色的妆容和造型里居然藏着这么多门道。这不仅反映了时代的特色，还悄悄透露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性特点。只要是看过《酱园弄》的朋友，都应该清楚，赵丽颖演的那个西林有2款截然不同的打扮。她戴了一顶波浪卷假发，口红涂得鲜红抢眼，妆容十分讲究，身上还穿着件漂亮的礼服。电影里，赵丽颖撑着伞，头上戴着贝雷帽，看起来就像是个人群里穿梭自如的社交达人。赵丽颖在电影里换上的另一套妆容打扮，跟之前那套大不一样。她不化妆，头发剪得很短，打扮得像男孩子，手里老是夹着烟或者笔。会出现这2种截然相反的造型，说白了就像毕然老师提到的那样，西林2种打扮的明显不同，不只是外表上的简单变化，更是她内心深处斗争精神的体现。西林用那些漂亮又很有女人味的打扮，只是为了在人群中自如行走的一种手段。那时候，西林能主动跟丈夫分开，真的是挺有个性的一件事。要是她继续把自个儿那头短发、那股子直率的真性情秀给大家看，说不定会让人议论的抬不起头来。再说，艺术是从咱们日常生活中来的，但它比生活更精彩。听说赵丽颖演的那个西林，真实身份是以前跟张爱玲一样有名的前卫女作家苏青。要是你去搜苏青的照片，你会发现她和电影里的赵丽颖不一样，没有那种差别特别大的2种造型。大多数情况下，苏青都留着刚到耳朵的短发，发梢卷得大大的，身着旗袍，那可是民国时期女人们常穿的典型服装。她的长相给人感觉很亲切，而且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文雅和智慧的气质。尽管偶尔也会套上西装，不过看起来变化并不太明显。导演给赵丽颖准备了2套很特别的服装，想法挺独到的。这其实更多的把这位前卫女作家心里的想法展现出来了。在真实世界里，读读苏青的书，我们就能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在电影这1个多小时里，导演赶紧让我们知道，西林看起来斯斯文文，其实心里头挺叛逆的。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更快地沉浸在赵丽颖所扮演的角色里。看来导演确实为赵丽颖想了很多。在如今这个流量为王、话题为先的内娱时代，明星面对的舆论环境愈发复杂。有时候，一个镜头、一次采访，甚至一条剪辑，就足以让一位演员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在这些喧嚣的背后，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作为演员本身的付出和坚持。而赵丽颖正是这样一个在喧嚣中始终坚守初心、不言苦痛、用作品说话的代表性人物。近日，央视罕见地下场发声力挺赵丽颖，在文艺评论节目中为她的职业态度和表演实力证明，不仅令网友惊喜，也揭开了她背后那些不被看见的艰辛努力。这一次央视发声源于赵丽颖主演的某部作品被部分观众质疑演技平没突破等言论，而央视却明确表达态度，指出她对角色的理解、表演中的情绪递进以及在镜头调度下的完成度，
是真正沉得下心的演员才能达到的高度，这无疑是对他演技的最大肯定。而这样的正面评价也引发了舆论的一轮反思，为何在赵丽颖兢兢业业多年之后，她依然总是被扣上偶像、转型偶像演戏的标签？她究竟做错了什么？或者说，她只是太低调，不擅长为自己叫屈？在央视发生之后，有导演也在公开场合透露了赵丽颖在拍戏时的工作状态。有一次，她因为剧中人物经历丧子之痛，为了寻找真实的情绪，在片场一连静坐了几个小时，不吃不喝，直到状态完全沉进去。拍摄时，她坚持不用替身，连一些在山林里奔跑、摔打在泥水里的镜头也亲自完成。导演坦言，我不敢跟他讲太多，因为他永远比我更早把人物吃透。这番评价不仅来自导演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敬业精神的真挚认同。其实熟悉赵丽颖的观众都知道，她从出道起就没有任何显赫背景，也不是科班出身。她靠的是一部一部剧的积累，靠一次一次演技上的突破，从陆贞传奇的坚韧少女，到花千骨的柔情与坚强，从楚乔传的英气，到知否的隐忍与智慧，每一个角色都藏着她对演员职业的尊重和热爱。她从不炒 CP， 不靠绯闻博眼球，始终把演好戏当成职业的全部意义。然而，赵丽颖的不争不抢反倒成为她在喧嚣娱乐圈中被低估的原因之一。在一个流量至上的时代，会营销的明星总能吸引更多关注，而像赵丽颖这样真正把台词默进骨子里的演员，反而不容易得到聚光灯的青睐。因此，当央视发声力挺赵丽颖，既是对她个人努力的肯定，也是在为当下内娱的一种偏向发出提醒。真正值得被关注的，或许是那些在片场默默流汗，不计较咖位，始终用演技证明自我的演员，而不是那些靠流量、靠剪辑的短命红人。更令人动容的是，赵丽颖始终没有回对那些质疑她的声音，她只是选择在新剧中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比如在《风吹半夏》中，她完全褪去以往的柔美，塑造了一个极具野性和冲劲的女企业家形象，角色性格转折巨大，语言节奏快，台词密集，情绪浓烈，这对演员的节奏感、情绪调动能力是极大的挑战。可她不但胜任，甚至令人惊艳地打破了她只适合演古装的偏见。这种用作品回应质疑的姿态，也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清醒与克制。赵丽颖的经历是一场没有剧本的逆袭，从农村出身的素人女孩到一线演员，从观众口中的古装脸到被主流文化平台力挺的实力派，她跨越的不是职业障碍，而是观念上的桎梏。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靠她对角色的理解力，对剧本的尊重，对表演的热爱和一点点的坚持。有时候她的选择可能并不讨喜，可能不是最商业的，但却是最符合她初心的。在这个资讯快速更迭、流量为王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热搜上的几个词操纵认知，太容易被剪辑里的一段表演误导判断。赵丽颖的经历提醒我们，请不要用标签来定义演员，也不要用流量来衡量实力。她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不需要太多的辩解，因为她一直都用行动去证明，真正的演员是靠沉淀和演技说话的。她的每一次沉默背后，都是一次更深层的积蓄。她的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是一次打破偏见的突围。而她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她每一步都走得太踏实。正如央视点评所言，赵丽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她的身上有一种韧性，这种韧性在浮躁的行业中尤其可贵。双引号，也许在娱乐圈里做一个清醒的老实人并不容易，但赵丽颖做到了。她的每一次发光，都是在沉默中蓄力后的爆发。她没有选择迎合，也没有选择讨好，她用自己的一贯低调与专业精神，赢得了今天的掌声。这种掌声来得不易，却更加真挚而珍贵。希望每一位热爱影视剧的观众都能在浮躁中多一份理性，
在热搜中多一分观察，不轻信舆论，不被带节奏，也别因为一时争议否定一个演员多年的努力。赵丽颖的故事是这个时代中努力、真实、不迎合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不被看好的普通人最值得借鉴的励志范本。愿你我都能像赵丽颖一样，在人生的长路中，不为质疑所扰，不为喧嚣所动，把每一个角色演好，把每一个日子过得踏实且有力。真正的成功，从不靠喊话，而是靠沉淀与坚持。未来的赵丽颖还会继续用实力刷新我们的认知，而我们也请继续为每一个认真的演员点赞，愿每一份用心都不被辜负。王一博频繁亮相央视，背后真相曝光，网友惊呼不简单。央视点名表扬却遭群嘲，王一博凭什么？从主动解约耐克到泥泞中救灾，他每一步都走得问心无愧。当流量明星选择做难且对的事，质疑声终将被实力击碎。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创作不易，感谢您的支持。王一博上央视被质疑靠后台还是凭本事？双引号。很多人第一时间的反应恐怕就是一句他凭什么能上央视？别说普通观众，连我身边的同行都嗤之以鼻。流量脸，转型失败，能代表青年？可央视点名表扬，偏偏打了所有人的脸。说真的，这年头就算被央妈背书，王一博也逃不过被群嘲。当年陈情领小伙一把，不还是个偶像剧流量小生？怎么就成了优秀代表？质疑声里，连我一个做娱乐内容10年的自媒体人都替他捏把汗，热搜不断，黑料满天飞，但资源还是一波接一波，有匪追风者都硬实力在线。他非但没一夜暴富，任意挥霍，反而每一步都走得极其小心谨慎。魔幻的一幕发生了今年5·4晚会现场，他烫着自家标志卷发，正襟危坐4小时，被官方盖章为新青年代表。谭木全是冷嘲热讽，好像他后台硬，有人护成了无法洗清的罪状。更让我拍案叫绝的是，他压根不是靠谁硬捧。21年全网抵制新疆棉，王一博主动解约耐克，赔了大笔违约金，得罪品牌方。这份魄力，你敢说还有多少同龄明星做得到？我记得那会他被骂装正义，但背后团队哭都来不及。到了22年，河南家乡水灾，一身泥泞赶去一线送物资，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不请媒体宣传，只深入灾区。巴黎奥运火炬，地上的国旗落地，王一博第一个扑过去捡。这一切，网友骂一句秀，他就要扛1年键盘暴击。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选择做难且对的事。真心换真心，却换来铺天盖地的丑闻控评。谁懂？作为娱乐圈的招黑体质，王一博真的从未停下硬撑的脚步。更离谱的是，即使央妈盖章，黑热依旧没消停。谭木全是演技浮夸，没文化，靠资本，但现实狠狠抽了所有黑子一掌。他一步一个脚印拼到今天，早就用实际行动证明央视认证不是没道理。王一博频繁亮相央视的现象，引发了大众广泛的关注与热议。作为一位从偶像男团出身，逐步成长为全能型艺人的青年代表，王一博的每一次官媒级曝光，都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露面，更像是一场对其影响力、公众形象、职业方向的全面验证。从春晚舞台到央视新闻专题，从公益纪录片到国家文化工程的推广大使，王一博如今在国家平台上的活跃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流量明星的范畴。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逻辑与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首先不能忽略的是，央视选择艺人的标准从来不只是流量。王一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在央视权威舞台上亮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身上展现出的正能量特质与主流价值高度契合。他的言行举止低调克制，几乎没有负面舆论缠身。
他敬业认真，不管是舞蹈、表演还是赛车都全情投入。他多次参与公益项目，走进山区为孩子们建音乐教室，参加抗疫宣传片、环保宣传活动，不计商业回报。这些都让他在被主流媒体审视时展现出极高的可信度与代表性。其次，王一博的专业能力与多期发展路径，也让他从偶像标签中脱颖而出，逐渐被更多层面接受与认同。他不是那种只靠脸走天下的艺人，从陈情岭中蓝忘机的沉稳克制，到风起洛阳中的内敛狠劲，再到无名中几乎零台词，靠眼神撑全场的角色转变，他一次次用作品和演技回应外界对其质疑。央视选择他参与主旋律题材或国家级文化宣传，恰恰也是对其专业能力的肯定。在一个需要输出可信赖形象的舞台上，王一博确实比大多数偶像艺人更具沉稳与质感。而在近期的多个央视节目中，无论是文化中国行、焦点访谈专题，还是新闻联播简短特写，他的镜头不再只是打酱油式的客串，而是参与到深层内容的传播当中。比如他代表青年群体发声，讲述自己在非遗文化学习中的体悟，鼓励年轻人重拾传统文化自信。这种传播方式将他当红的外壳与主旋律的内核做了成功融合，影响力自然成倍放大。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在国家叙事中的形象也悄然转变。他不仅代表着娱乐圈的清流，更逐步塑造成一种青年榜样的存在。这种角色定位对央视、对官媒而言，既是导向，也是一种选择。在诸多偶像频频翻车、口碑滑坡的背景下，一个行为得体、私生活干净，并有能力向公众传递正能量的青年形象尤为珍贵。王一博所展现出的这种气质，是他能够站在央视舞台上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一切成就的背后并不是偶然，更不是短期炒作的结果。王一博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沉淀，是很多人看不到的。他没有频繁炒 CP， 没有流量运营话题，不蹭热度，不回应争议，只是默默打磨自己的作品，不断挑战新的领域。也正因为这种坚持和专注，他逐渐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主流舞台的青睐。当大众开始真正理解王一博为何能频繁出现在央视时，也就读懂了一个艺人从流量到实力的过渡需要什么样的努力和品质。我们也应当看到，央视的认可带来的不仅是曝光率，更是一种责任。他对艺人行为的规范，对公众形象的维护，对传播价值的要求都极高。能持续活跃在这个平台上，说明王一博已经不仅仅是偶像，而是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回应社会的期待。王一博代表的不再只是粉丝圈层的光环，而是新一代青年偶像能否成为公众楷模的试验样本。未来，王一博是否能继续在央视等官方平台保持高频曝光，还取决于他能否保持初心，不忘初心。他能否继续沉下心来打磨作品，能否在多元身份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是他能否真正迈向艺术生命长久的关键。但就目前来看，无论从口碑、人品还是能力上，王一博确实已经走在了一条稳健又光明的道路上。他不是最张扬的那一个，却是在用行动一步步赢得时间，赢得舞台。写到最后，想对每一位读者说，喜欢一个艺人，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貌或光环，更应该去理解他背后的坚持与选择。王一博之所以频繁登上央视，不是偶然的宠爱，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换来的信任。这份信任背后，是时间的考验，是舆论的沉淀，是责任的承担。作为观众，我们应当为这样的青年力量鼓掌，也希望更多的艺人能以王一博为榜样，走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路径。愿王一博继续坚定前行，也愿每个努力不懈的人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